来，过来看一下，没什么问题，现在就可以走了。东西给我。检察同志，我要报案。过新年咱以后办事能不能冷静点？打得好，我就是不在场。我要在场，我得揍他。姐，别闹了，卢卡刚放出来，回头再给弄回去。不可能，以后我天天看着他，不会再让他出事儿。就靠你了。哎，纳兰呢？送温蒂回家了。哎，老大，你什么时候备份的硬盘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对付流氓，就得用点非常手段。是他们先不讲道义的。老大够狠。老爷，万幸伤口扎得不深，没伤着骨头，您放心。坐。老金总，金城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啊，小小皮肉伤而已，年轻人有点教训好。真是没想到，怎么会弄成这样呢？这话我要正问你呢。我是洛菲斯的客人，魔镜是洛菲斯的客户，是不大一样。彭总亲自登门拜访，是替他们向我道歉吗？老金总，我今天确实是来负荆请罪的，都怪我没有安排好。魔镜的那几个年轻人，我会批评他们。您要是心里过不去，我会要求他们登门道歉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老金总，关于停服务器的事，还得麻烦您跟几大运营商做工作，请他们抬手。这我听不懂了。这我一个老头子，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？我能去管停服务器的事情？老金总，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不仅是魔晶扛不住了，就连我们洛菲斯也一点余地都没有了。说到余地，让我想起了在缅甸，我认识了一个做石矿买卖的，有个内鬼偷他的石头，他私下卖给了珠宝商，他把他自己折磨得没有人形了，才一枪崩了他。我就纳闷了，杀都杀了，为什么要折磨他呢？他告诉我，我不给他留一点余地，我不给他报复的机会，我让他做鬼都怕我。巧了，我也是这样的人。你说你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头
头一天晚上就不回家住，你不怕杨洋埋怨你？哎呀，没关系啊，我跟杨洋还有一辈子时间睡。哎呀，但是你不一样，我有一肚子话，我今天晚上必须得跟你说。躺下说。躺下。哎呀，好。说吧。我累了。这里边没遭罪吧？没遭罪。他们问我，你是犯什么事儿进来了？我说，我他妈可能杀人了。但是我自己记不住了。他们都觉得我是神经病。神经病杀人不用偿命啊，他们就都躲得我远远的，让我睡头铺。老大，我在里边的时候，我特别想你。我就总能梦见我在这写代码，那些代码在我心里就跟一行行的诗一样，没接了。那你以后就跟着我写，咱们俩写一辈子。老爷，昨天捅少爷那一叉子那小子，查到了。庄小蝶未婚夫，现在已经被抓了。少爷呢，哭着喊着要报仇。我跟他说，该忍的忍。不忍又怎样？不忍他会在这儿把命搭进去。他把全世界的人都得罪了。老爷，有句话，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当初少爷搞节训，就是因为气儿不顺。现在倒好，节训成了瘤子，天天背着，太累。你应该下决心，把节训停了，当断不断。反被其乱。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，思前想后。节训不能停，官司不能输。这不是金城一人的事，也不是我的事。他牵连的人太多了，这块金字招牌不能倒，得把它挂稳了，我才放心。
等官司赢了，我立刻带金城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叶问，叶问那是古装，我这是长装，少林。你是进看守所还是上武校了？跟我一块儿在里面呢，其中有一位大哥是个练家子，他媳妇让人欺负了，自己特别气不过，就叭这出手一中就给人打残了。然后呢，他就看着我，觉得我特别有武术天赋，啊，像个练武奇才，就哭着喊着非得就教我，没辙。啊！看出来了。你还坐这儿干嘛呀？老爷让我照顾你啊。我不用你照顾。去，帮我把他们都杀了。别太冲动。总算完事儿了。彭总，还有京城的医药费单据你还没签呢。你说我这哄起的，两边不是人。彭总，大兰，你把你上次写的南洋科技研发中心的投资报告给我，我要签字递交总部。我那份报告是否了那个研发中心啊？你不投了？不投了。这次酒会，我得到的唯一对我有用的东西就是，我们不能掉到京城的这个坑里去。我觉得他离出事不远了。托尼，你找我呀？谁知道现在 App Store 最新最热门的软件是什么？不许看手机。游戏类的话，应该是鳄鱼洗澡；商用类的应该叫 Evernote。我说中国的。
呀啊，魔晶，这是以前排在10名外的，今天怎么排第1了？魔晶第1已经1个月了，不是只有今天。那时间挺久了啊。你们都不怎么关注新软件是吗？我明白了，你们都不在乎，所以我们错过了开心网，我们错过了微博，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很多好机会。我现在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果我们这次再错过互联网的大潮，我们肯定会被淘汰的。他可以扛住这个月，那么下个月呢？啊，我个人认为，在互联网的江湖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他是永远的胜者。你如果就凭这一点，你说我们马上就被淘汰了，我觉得这个话是不是危言耸听了？在互联网的时代，所有的竞争是按天来计算的。我们现在还在说下个月，希望对手自然淘汰，醒醒吧！敌人在门口了，说不定我们明天就破产了。我觉得不是危言耸听，越大的公司越应该如履薄冰。我晚上都睡不着觉，你们怎么能这样？一个魔晶掀起整个互联网的腥风血雨，3大运营商联手起来要起诉他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做乱世出英雄。现在谁是英雄？郭新年现在是英雄。托尼，今天感慨挺多哈。对，我们是大公司，那咱们大公司做事就有大公司的原则嘛。一个岌岌可危，对你刚才还说是3大运营商要起诉的这么一个小软件，干嘛呀？有这么重要吗？那你告诉我，大公司的原则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的原则是什么？第一，我宁可死在改革的路上，我也不会在过去的光辉里面睡觉。我绝对不会像莫云生那样金盆洗手。我活在当下，我只争朝夕。第二，我不在乎商品失败，但是与其让竞争对手打死，我宁可自己亲手终结它。第三，别跟我说大公司小公司有原则没原则，缺少什么就去抢，喜欢女孩就去追，有改变世界的机会，就不要计较个人的得失。第四，没有谁可以挡得住世界的潮流，但是只要还在路上，就应该坚持创业的精神。现在谁可以告诉我，如果魔晶保持这个增长的态势，我们麒麟要怎么应对？很简单的，那我们就把对讲机功能放在麒麟里面嘛。卫东，拿吗？简单的很。真的不是这个思路。那你说什么思路？要我说，我们重启炉灶，不在麒麟上做家访，重新设计一款杀手级应用。今天找各位来，就是希望各位表个态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开的是软件公司，什么时候改武馆了啊？卢卡，你这会看半天了都。卢卡，我真没看出来，你练的哪路武功啊？这是崩拳，知道吗？就是这个拳都是转着出去的，这特别有劲儿。它跟横拳不一样啊，横拳是直着的，崩拳是转着的，就是他们的发力角度不一样。哎呀，这太专业了，说了你们也听不懂。啊！
长装哪儿来的呀？买的呀？你买的？不是我买的，谁买的？你弄它干什么呀？练练。你练？哎，不是，都别看了，别看了，要回去上班去吧，该干嘛干嘛去啊！那个下班再讲啊。下班聊什么？你抽什么风？你过来。你弄它干什么？挨收拾去。你弄它干什么？郭新年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别闹。昨天银行扣了我1400块钱，可我什么也没干啊。我手机是不是被盗号了？你帮我看看。来，你是不是手机中病毒了呀？不知道啊。高总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有个事儿忘告诉你了。昨天我手机不是没电了吗？我拿你手机玩游戏来着，然后手一欠，就买了个这，1400块钱，我一会儿让杨洋打给你啊。走了。给。打好了。陶磊，我觉得另起炉灶这事儿不太妥吧？今天我就不表态了啊，我晚上飞机得出国，这事儿你容我想想。是吗？你要出国啊？澳大利亚的别墅收拾好了？收拾好了，我跟一菲是邻居，那个游艇啊、车什么，我们都一起团购的。哈，对，赵欢要不说呀，我都把这事忘了。这样，咱们换个气氛怎么样？我个人建议啊，今年咱们的年会就都挪到澳洲举办，就都上我们那儿去，好吧？咱们有什么话到那儿去聊。真行，你们现在都是有钱人了啊！别墅、游艇、豪车的团购。当年我们一无所有、挥汗如雨的时候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不敢想，多少年了啊，Tony，我问你啊，我们之前的努力是不是为了今天？你非得让大家像你一样苦行僧，弄了破行军床就睡在办公室里面？我们都多大岁数了？另起炉灶。今天给你个交代，我现在就给你。我不同意。散会，出去吧。我们5个人是共同创业，完成麒麟技术的元老。我希望你们认真的考虑我的看法，研究一下模型，然后1周内给我答案。Tony，我们5个人拼了命打下的今天，你说要另起炉灶，这话也就你说说。我想起一个成语来，邯郸学步。为了学别人走路的姿势，自己倒不会走路了，最后爬回家的。希望说的不是我们。给我找罗伟。好的，李总。
那个，咱们先说好了啊，今天想吃什么，想喝什么，随便点，我请客。哎呦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问题是你有钱吗？啊，掌柜的，你这刚放出来，日子不过了。哪位是卢卡先生？哎，我是。您的花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什么意思？我今天请大家吃饭呢，主要是为了让你们给我做个见证。我要正式向杨洋求婚，嫁给我吧。看出来呀，卢卡。等，什么呀这起哄？那个，你这也太突然了，什么就跟我求婚呀？我这还没想好呢，你老整这突然的，你几个意思啊？蓝天白云作证，天安门和大前门也都看着呢，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吧。说呀，别矜持了。我愿意。恭喜！卢卡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突然想结婚了？你记不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什么？咱们俩这辈子只娶电脑，你现在就是违背誓言，始乱终弃。老大，你瞎说什么？你也讨厌。我在里边不是住了一段时间吗？我一直在思考人生，然后我终于明白了，人生苦短，真的。你知道我在里面最害怕什么吗？安静。因为一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会胡思乱想。我会被判几年啊？什么时候开庭啊？我饭卡里还有没有钱啊？我也一直在后怕。你说警察万一真的搞错了，我就真成色情狂魔了，搞不好就把我毙了。所以当时我就决定，只要我出来，我就把我想办的事儿都给他办。感谢你们今天能来给我做个见证，饭没白请。来。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二位，谢谢。走。卢卡，既然你什么都想明白了，大事也办了，我能不能提个小意见？你说。你那公司那木桩子呀，钱我不要了啊，确实是影响大家工作。你能不能把它搬回家去？想练崩拳，你自己回家慢慢崩去，啊？不行。我当时在里边的时候，我就想清楚了，
等我出来，有2件大事要办。第一件事你们都知道，我要娶杨洋。第2件事就是我要好好练，我要练成叶问2.0。喝酒，喝酒。专业，还是赵总打得好。哎，还好还好。哎，彭总，你说你在英国待那么多年，你这球怎么不好好练练？我在那边哪有这时间啊？我都是没日没夜的工作。哼，哪像在中国，打个高尔夫公司还能报销。不怕你笑话，在我们英国洛菲斯总部，主要的娱乐就是爬山。没有其他项目了。你呀，跟 Tony 是一路人，挣那么多钱都不知道给谁挣的。哎，像你们这样的，将来到了天堂也是天堂的好员工。黄总，麒麟收购魔晶的合同，到现在我们没有收到。几位股东想托我请示一下您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是瞧不起我们呢，还是待遇不够优厚啊？这件事一言难尽啊！怎么个一言难尽啊？哪儿难啊？奔腾总好像不太积极啊。合同的事儿，我给他打了2次电话，他都是不咸不淡的。俗话说，褒贬是买家嘛，他是不咸不淡的。我也就摸不准了。李奔腾收购魔晶这件事儿不是1天2天了吧？他私自借给魔晶这5000万，到现在都没个说法。您觉着他是不感兴趣吗？彭总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是个职业商人，你也不用跟我这老谋深算这一套，您就告诉我，到底是哪儿难？我觉得，如果获得不了奔腾总的支持，这份合同进展到一半就会推不动了。这种事情会很尴尬的，既对不住赵总您的一番苦心，那边我又把魔晶得罪死了，我何苦夹在这里边呢？赵总，要不您5位把意见统一了？赵总，Tony你是了解的，他1天3遍，我们现在真的摸不准他。你也知道，他是个在肚子里做功课的人，如果不布局好，他是不会吭声的。还有，您怕得罪李奔腾，就不怕得罪我们4个是吧？哎呀，你看您这话说的，麒麟能从洛菲斯手里把魔晶的股份买走，让我们有这么好的盈利，哪敢得罪您呐？方总，我给你个定心丸，让你安心好不好？麒麟收购洛菲斯手里的魔晶股份，我们4个肯定是一致同意的，而且我们4个的股份加在一起要比李奔腾多。董事会上4个人聚首，通过肯定没有障碍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保证奔腾会出现在收购仪式上，让他当场签字，参加仪式高高兴兴的，毕竟他是麒麟的形象，对吗？如果哪一点我做不到，我赵欢按照现在股份的价格10倍赔给你，怎么样？好，咱们就说定了，我这就回去推进合同。哎，彭总，球还没打完呢，您慢慢玩，赵总。李总，坐。手机给我。啊？
行动电话、手提电话，不管你叫他什么，给我。把它收好，给罗先生打一个收条。好。哎，从现在开始，用这只手机，电话卡是新注册的。原来手机里的联络人，除了父母、亲人之外，我劝你就不要再联系了。还有，像京城、洛菲斯、莫云生这样的人，以后也少招惹。他们能够给你的，我也能够给你；他们不能够给你的，是我的信任。你现在应该努力争取，证明自己值得我对你信任。行，没问题。但是电话上还有一些我有用的东西。什么？什么？你只要说得出来，我现在让他拿回来给你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什么对你有用，就是我对你的信任。你现在唯一要做的，就是把那天在洗手间给我看的软件开发计划给执行出来。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所以我希望你也下定决心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还需要那只手机吗？不需要。我帮你准备了一套大房子，一会儿秘书会带你过去。你身边那个叫何小芒的小朋友，我已经派人把他接过去了。我给你15天的时间，你得把那个软件计划的构想给细化。你得告诉我开发路径，告诉我需要多少人才、多少设备。你只有半个月。半个月可不够啊！半个月已经太久了。关于魔晶股份的问题，赵欢特意找我谈过一次，态度强硬。我看李奔腾已经跟他们分裂了，现在是我们出售魔晶股份最佳的时机。无论我们抬多高的价格，他们都会赌气收下。他们赌的那口气，就是我们的利润。彭总，我要跟你谈一谈。现在吗？我可以到门口等你。你还知道有门啊？我看到法务部在做合同，公司要把魔晶的股份全都卖给麒麟。你去法务那儿干什么？要教我怎么做生意吗？我是洛菲斯派驻魔晶的股权代表，这件事你是不是应该先跟我说一声？该说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你。彭总，仲裁结果还没有下来，魔晶很需要你的支持。如果你现在撤梯子的话，是不是太没有道义了？道义的市值是多少？你在洛菲斯是怎么工作的？你每个月拿的工资都是善款吗？魔晶一定会输吗？万一他赢了呢？市值暴涨，你会不会后悔现在的决定做得太草率了？你有什么内部消息，赶快跟我分享一下。那秘书长那儿我应该去走动走动了，你替我道个歉，我最近太忙了。别跟我扯我爸，他是不会跟我说公事的。我只是觉得魔晶还没有到最后一刻。如果你现在卖了，这一定是你这辈子最大的商业失误。我跟你谈底牌吧，大胆。魔晶走不远了，他的路走到头了。李奔腾那么热心买股份，突然就蔫了。他和麒麟的4大股东有了分歧，
如果单单是麒麟加个语音功能，不至于此。我知道李奔腾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抱负远大，资金雄厚，就算魔晶赢了仲裁，他能赢得了李奔腾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也希望魔晶能够突围，我希望他能尽快的上市，能有丰厚的利润。可他已经输了，你要客观一点。李奔腾为什么一定要对付魔晶？你要是李奔腾，你会看着魔晶做大吗？养虎为患这个道理，难道你都不懂吗？这份合同我可以还钱，但有条件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你要问问那秘书长仲裁结果的事情，提前告诉我。你还要和郭新年再谈一谈，看看他还有没有什么底牌。平凡又普通，美与众不同，别人眼中的我。谁不想成功，梦醒成英雄，在你眼中我不同。今生只有你看好我，只有你相信我有梦，有你带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爱该不该再等候？快将爱说出口，与你相守。有你陪着我来完成我的梦，迎接晴时嘲笑的苦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